大学也太变态了吧！这怎么进去站点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北。众所周知，在过往的视频里面，阿北我用精湛的演技，成功让观众朋友们认为我不是个技术博主，只是个娱乐搞笑博主。那么今天我摊牌不演了。这场重火力攻防赛，你们将重新定义以及认识我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本场打群架的地点位于沙漠帝都的皮卡多以及附近的野区。双方阵营40vs40，手持无限量的铁拳火箭筒，见面就是一炮未嘴里的重火力抢占点比赛。玩家可以无限次数复活，并且可以选择复活在出生点、占领点或者队友身边，所以大胆的往前冲锋就行了。占领的点位共有3个，只要站在占领点上一段时间后，就会开始积分。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，只要简单粗暴无脑的往占领点冲就行了。但别忘了，我们是无限复活的，甚至还可以复活在队友身边。就可能你面前只有一个活着的敌人，你以为解决完他就相安无事完成防守任务了，但其实他背后可能有10几个鬼魂准备复活，并且是复活在你面前，就问你惊不惊喜。本场双方阵营都有一个特殊人物指挥官，指挥官可以召唤轰炸区以及空投，在必要时刻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哦。而且因为这一局只有占领点位才有积分，杀人是没有积分的，但占领点可以互相抢夺，积分先达到2000分的阵营获胜。那么在比赛开始前，容我这充满智慧的大脑为大家分析波我的作战策略。地图中 A 点离我方出生点最近 ，B 点离敌方出生点最近。那么很明显，双方都有个最容易拿下的点位，就是一个5开的样子了。那么远在天边的 C 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而我方距离 C 点比敌人看起来要远那么一丢丢，甚至途中是一马平川，没有掩体，这是我方不可忽视的劣势。但这个点位我方是不能放弃的，一旦敌人占领了2个点，那积分增长速度就是我们的2倍。所以不论如何 ，C 点都必须拿下的，也是本场我们取胜的关键。但战场上风云莫测，随时有突发情况。就好比我们这愣头青的队友自己单独跑在了最前线，虽然很敏锐的嗅到 C 点才是关键点，但明显有勇无谋啊！战场上玩单刀直入就纯属白给。不过不要紧，一般这么莽夫的玩家身后都有一个强到没边的队友。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。阿贝，我身为高玩，当然有自己独特的玩法了。例如敌人在这么远的距离下，少中高玩虽然也有可能打中他，但为了团队胜利，我只能忍住不展示我惊人的技术。采用最稳妥以及最熟悉的方式，悄悄溜到敌人近点，再把火箭筒直接喂到他嘴里。老六虽然看起来有点上不了台面，但这是非常实用的作战方式。就像现在占领点位，再来个合影留念。我吓死我！什么时候跑出来敌人？我还好，他刚复活啊，他还没有拿到火箭筒是打不过我的。这就是无限复活的恐怖之处了。你以为杀掉面前的敌人就完事儿了？其实还有很多鬼魂在准备复活。接下来只要稳稳的站住 C 点就大局。我当然知道我是一定会死，既不出意外也不会预期。不过有我们顶在前线阵亡，队友的近点才如炫泻药，特别顺畅，敌方更毫无抵抗之力。在我们复活期间可以看到，敌方居然对我们的 A 点有虎视眈眈，他们看不惯我们占着 A 点，我们更看不惯他们竟然觉得我们是好捏的软柿子。竟然想起我们离我们出生点最近的占领点，简直不把我们这颗沙子放在眼里啊！双方一见面就像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一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对轰着。但这边有2位要进去的对上了，等一下。首先，发布级玩家先得承认自己静态视力不行，同时不得不承认动态视力有点问题，所以他们2个都是瞎的。这2人就这么擦肩而过，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了。这名敌人就在队友的重重阻拦下，艰难的进到 A 点开始反占领。这里一切正常。队友的失误让敌方认为 A 点很容易就可以抢占下来，所以有更多的敌人往 A 点这边赶来了。冲，跟他打，跟他拼！哎，什么情况？原来是我方的指挥官出手了，他发现 A 点的压力山大，放了轰炸区在敌方赶往 A 点的路上，不仅炸死了几个倒霉蛋，还让想赶往 A 点的敌人只能绕路而行，给了我方喘息的机会。但好在 C 点是被占下来的，不至于落后太多。这是从哪炸过来的呀？哦，前面高楼好像有敌人。敌人非常聪明啊，因为我方去往 C 点的路上是一片平地，没有能遮挡的掩体，所以敌方直接占据高点，在楼上对我们挨个点名。再加上火箭筒下坠比较厉害，我们想要从低打高是难度比较大的呀。敌方这手人员安排很巧妙啊，派少量的人利用地理优势牵制住我方想要增援 C 点的大量队友。虽然敌人在制高点阻拦了我方的进攻脚步，但毕竟制高点不是需要占领积分的点位。我方只要有1、2个队友上去友好交流一下，就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。给你们教学一波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但被阻拦的这个时间呢，敌方为了一举拿下 C 点，派出了更多的敌人来进攻了。
最后经过一番厮守，队友还是顶不住对面的狂轰滥炸，在红方的人数优势下失手了。这是哪方放的轰炸区啊？哦，是我们的！我们的指挥官看 C 点快要失手了，直接不讲武德的放了个轰炸区 ，nice！ 这下 C 点又能重新抢回来了。敌方也是一脸懵逼啊，大家都是用火箭筒的，你来我往的对轰抢点，好不容易抢下个 C 点吧，我方直接放置轰炸区。这火箭筒对轰炸区跟小鸟对大炮有什么区别？不过 C 点算是稳住了，只要队友继续坚守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至于我个人，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，相比于去 C 点和敌人正面硬刚，我更喜欢从后方渗透的玩法。毕竟我当老六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本人也早已变成了老六的形状。既然 C 点已经稳稳拿下，那是不是也能多一个梦想，再多拿一个 B 点来一场大获全胜呢？但能不能轻松突破，可以说全看队友有没有肉身铺路的思想觉悟了。因为 B 点就在敌方初始4点的附近，敌人支援速度极快啊！而阿贝我作为老六进攻 B 点，并不是做好铺路的思想觉悟，而是乐衷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溜了！有个没火箭筒的小卡拉米，走，趁他兵要的命 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差点把我骗到，这无限火箭筒怎么可能有人左春田？不过还好阿贝我技高一筹啊，我前面有空投，舔一舔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很好，我们继续往 B 点摸过去。我算看出来了，路上这个空投就是个陷阱啊，不可能再舔的了。毕竟在一个地方跌倒叫马是前提，老在一个地方跌倒叫妈智障啊！我就这2口气的功夫，还有敌人敢找我这个高玩玩正面单挑呢？嘿，你以为只有我一个，其实我身后有一个失火力包人。又是你这小卡拉米，还想跑过来跟我友好交流是吧？我拿个撬棍友好交流就很合理吧？怎么我的队友都打那么准，这都没有我什么事。算了，继续往前摸过去，悄悄摸进 B 点，这是我该做的事啊。哇，烟花，不是棉花，又颠过来了。哇，又被队友做掉了。阿贝我虽然又打偏了，但人在战场上难免高度紧张，就经常能打出这种堪称灵魂拷问的马炮效果。别打了，我不打你了，大家都别打。一句话总结这组的操作就是，我冲在了团队最前线，进行了一个人机一般的边缘 OB， 不仅看到了队友的精准打击，还顺便看了场烟花秀。但我知道我的操作看起来非常呆逼，但是不要着急，我的智商马上就要上线了。在我们牵制敌人的同时，队友已经进攻了 B 点，而本场占领模式是可以在队友身边复活的。那我直接自杀，不就可以截复我在 B 点了吗？想复我的地方不太对，但我并没有多想，心想这个位置也还不错。倘若将准备前往 B 点的敌人阻挡在外，我方3点占领，这胜利的天平就被我们压得死死的。谁曾想人呢？我来走了。但我心想，我这么一个高玩怎么能这么浑水摸鱼呢？碰巧窗外露入一个身披吉利服，还没有成为老六的老六。为了展现我不是 OP 选手，只能拿它来祭天了。终极开局，没关系，还有火箭筒。有高玩思想的你们应该又看出来了，这波操作很明显的能体现出我是个傻逼。最后我方以极大的优势成功拿下这场重火力攻防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